大家好，咱们今天呢又到了咱们草理围棋教室，这个时间，咱们之前呢我曾经说过，因为我现在呢搬了家了啊，搬了家以后呢，这个书啊很多都封在箱子里找不出来，那咱们就刻一本讲啊，以前我都是分散着讲，每个讲一点，每个讲一点，那咱这回呢？就完整的一套下来把它讲完，因为这个入门的书已经时间没多少了。我其实是想把这个讲完以后接着讲那个蓝皮儿的，但是搬家以后呢，那个蓝皮儿的呀，暂时我还没找到啊，没关系，如果是真的找不出来，咱还有赵志勋呢，啊，那实际上内容是相通的。我还是希望大家呀坚持把它看完，虽然说是个入门啊，但是我会穿插许多别的内容，绝对不会觉得枯燥的啊，一定会有收获。所以不管你的水平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在这里啊找到这个你感兴趣的东西。还有就是在这里表示对咱们这铁粉的感谢啊，你就说新疆的肖大侠啦，麦克尼巴伊啦，紫晨光路啦啊等等吧，这些咱们的粉丝们一直给我这个鼓励啊。还有就是说，咱们这些粉丝啊，一大特点，我不知道别的频道的人是不是也像咱们这样，就是说加了就不退啊，这一点我是非常的感动啊。就是说，不管我这个节目是做的好不好啊，还是说我这个勤快不勤快啊，有更不更啊，反正就总之吧，各种因素都在内，大家我也没看到有这个几个退的，有过一段时间来来回回，说有加进来，有退了加进来，但是都是一两个，兴崩一两个，这个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呀，也是一种鼓励啊。那好，咱们现在进入到正题啊，这一部分的内容呢，叫什么呢？吃接不归和杀气。我们首先看看左上那个棋啊，就是说，杀气呢，就是以前我也讲过，杀气情况下通常啊，打多不打少啊，我想大家还有印象吧，打多不打少。那么黑棋呢，这个时候就打吃是关键，如果你打跟这没啥关系了，它不赢了啊，所以这个打吃不打少，走这个，他一定走这个，再走这个，这就解决了。我们再来看这个。像这种棋形啊，一路的尖是不容错过的好点，是吧？尖一个就可以，可以了。那我们再看这个，这里呢黑棋啊，有只眼，那白棋呢现在还没有眼，所以呢尽可能给对方来一个有眼杀无眼。说到这里啊，我还想说一句，就是说，同样是讲入门的，我相信呢，从入门的这个内容角度来说，草理围棋教室啊，这个绝对是在入门书里面排名第一。我没看过其他的书啊，就是说，后来好像李世石也出了一个，但我相信李世石那个不行的，它无非就是变成彩色版了。从内容上来说，那个题量来说，那绝对是草理这套，那是登峰造极了啊。虽然说是个入门书，但是你看看韩国人写的东西，嗯、韩国就反正这个书的内容就是稍显的有些图形啊，就是啰嗦，但是呢，绝对是有帮助的啊。你这个图形一个一个做下去，那肯定就不需要说那么多废话，就是做题了就可以了。这也是韩国人的一大特点，他的围棋书一大特点。从书籍的质量来说，我觉得韩国啊远远高过就是国内的书至于跟日本比呢，日本它现在是一个萎缩的状态，它的围棋书啊，少，内容上也不能跟韩国人比啊。这比较而言，还是韩国人出最好。咱们比如说以后要出这个，就是关于围棋新词典那个书，韩国人连作者都没有，可是我看过这个内容相当不错。虽然它的水平呢，拉的档比较开，有高有低，但是从书的内容上，那绝对是可以的。中国人的书是啥呢？中国人书啊，就是这个抄袭的那个成分太大，太多太多抄袭。但你说抄袭归抄袭，就是说他出一本书他不容易，他出一本书呢，他内容上绝对是那个量上是够了啊。
你看，就是说以前的那个谁，黄希文呐、他出的那个叫什么星级围棋教室，就是4本，然后再加另外一个星级题库，那量也是很大了。他一顿乱剪呐，他剪老多了，都整这书里了。唯一的不好的地方就是把那个缩太小了，太小了，你看着眼睛都受不了图也小，字儿也小，这就没考虑到读者的因素。他，你要是从那个单从他这个书的这个性价比，那就够高了。你越小不是它这个内容越丰富嘛，你价钱还不贵，同等价位的下看的越多越好。但是呢，并不是这样的，你得考虑到读者的这个看书的感受。所以那书我也有我看了很难受。不过呢，以后有机会咱们也会讲到，没说嘛，咱们这是一个非常长期的工程。我的目标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只要有人看，哪怕剩下最后俩人，我也要讲下去。就像那个郭德纲那个相声他说他那时候也到了这种困难程度，俩人他也要讲这说多了咱们看这个棋吧。这个棋呢，就是现在这面这有注意，这里是不能入1、2，相当于2口气，这也是1、2两口气，中间一口空气，那谁先走谁吃对方呗，对吧？所以走这个。好，我们再接着看这个4个，这4个都是关于这个做活了到做活内容。我们先看看第一道题，黑棋呢，非常简单，这都是只要一手棋就都解决了，这初级死活很简单。围棋其实围棋我觉得它应该分成3部分。第一部分最简单的内容就是它入门，可能在整个世界上来说，我个人认为最简单的事儿就是围棋入门，最简单。如果是单从学不是说你自己的这个爱好来说的话，你如果是有人教你，入门最简单那么什么难呢？世界上什么事儿最难呢？那可能就是入了门以后，围棋最难。最难的攻坚阶段就是在它死活这部分。想提高你要想达到一定水平，难就难在这里。很多人就是说最终栽就是栽到这个位置上，就觉得围棋太难了，学不进去了，都是在这块儿。我讲一个小故事就是以前我那个时候我那时候认识京东大剑以后京东大剑带我去见这个我们这一派的当时的这个当时叫什么横推800无对手，岳云从出5圣人，于和于九连他那一门叫啥来着？白眉大侠里头因为我为什么老这么想呢？因为这我不能提名字这名字我提了就不好了。那他呢是东三省这个拿过冠军，晚报杯有名次那个年代的叶六没有，很少很少，那他就是叶六现在了，京东大剑也是叶六了而且还是个标准叶六了。那当时他叫我是干什么呢？就是吃饭喝酒，就这么个情况。完了呢，就提了，你看我这小兄弟想这个提高棋，你看看提建议吧。人家于和就说了，那个你先回家做3个月死活题去，就这么跟我讲的。那我还真听我还真做呀。那时候我做最多一本其实就是曹大元，很简单。曹大元，杨辉他俩写的那本书200题，哎呀，我那本书翻来覆去做，后来这书还找不着了。好书，这个书出版社应该是安徽的，印刷质量也非常的好。安徽出版社出的书印刷质量都非常好。你看他出的这个《尖山堂棋谱》，还有这个《血泪篇》，都是来自安徽科技出版社。好，现在他好像不出书了，可能。而且有一次我印象可深了，那时候我还在国外有一个国外的这个业余爱好者，是来自德国的，好像是法国的，我忘了那当时呢，他就是给我来道题，他说他看不懂这题啥意思，他给我死活题摆出来，我连1分钟都没有我就给解出来。那道题其实稍微有点小难度，就意想不到的招。当时他非常非常惊讶，说这题这么难题。其实这题正好是在杨辉那本书里我见过，就是印象挺深的。那是因为我很少就是说这个在死活题上那时候也下功夫，但是还不是很那什么吧。
那金东大剑什么情况呢？我上他那儿，他也教学生嘛，他上他那儿就拿出方向论，那个你那个做题吧，拿随便翻了一道方向论题，摆出来，嘁哧咔嚓给你做出来，哎呦，给我惊掉下巴！我这方向论你都能做成这样，是吧？那你专业呀，那个专业棋手要求是有这个要求的，就是说你方向论这题得会做。那你业余棋手你要到这种程度，那你大家想一想，这个实力会怎么样，是吧？所以他省赛拿前10是一点不令人惊讶。这是啊，这咱们接着讲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4个题啊。黑棋这个都很简单了，到死活没说嘛，它死活反而简单啊。哎呦呵，这个黑棋呢在这里是吧？这个呢，黑棋一样，这个黑棋这个，那这里啊也算插播一个我自己的小广告吧，就是说我在这个抖音和这个小红书啊，我另开辟了一个新的频道。频道的这个名称呢叫做音乐世界2025，内容上就是音乐啊，英语歌曲、英文歌曲加上英文的新闻，双语啊。所以呢，如果大家对这类的内容感兴趣啊，可以上我那个频道去看一看，里面还有一些什么都有吧，还有一些什么小笑话啦、搞笑类的视频啦，也都是来自于国外内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那你可能有人会说，你为什么不在这个 B 站上弄啊？是吧？B 站这不更方便一些，省得我还下载别的。如果大家不习惯其他 APP，就装一个。你像比如我就是，如果我不是为了做节目，我这些我都不弄。我对这些平台我毫无兴趣，说实话。但是为什么呢？就是没办法，因为 B 站呢，它不让那个它太那什么了啊。这个那俩字我就不说了啊，它限制的非常非常厉害。你说体育类的，我那啥有体育的啊，就比如说集锦，精彩的比赛的这个高光啊都有。为什么呢？就是我估计可能啊，这个跟 B 站它利益体有关系，它可能 B 站有其他的体育节目，所以你要有放体育绝对不行啊。实际上它根本不冲突。你像比如说我弄一些就是以前的老的比赛，你这啥有吗？你 B 站也没有啊，对不对？哎，它就限制你。那至于说那个涉及到时政类的，那更是如此。那时政类它还不是说那个说这个敏感话题，还不是，因为我从来也不报道任何跟国内一点关系没有，不报道，跟不提国内事儿，就是国际点新闻呢，从一个真实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新闻，而不是一些人胡编乱造带风向啊。很多人就是断章取义，然后一顿评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反感的，这是一种洗脑教育啊。所以我没有，我这就是纯粹的原汁原味新闻报道。那为什么呢？他也给你那啥呢？他还不说你这个什么彩虹线呢，也不说你这个什么敏感话题也没有，他就是给你来个限流零，始终给你零，这我也受不了啊。所以呢，我比较了一下这3个平台，它还真各有特色。你比如说像这个最宽松的还就是抖音，抖音你只要是不涉及中国的事儿，它都不限制你啊，你就时政类你都可以往上放，也不存在限你流。但是抖音它限制你体育，音乐呢偶尔限一限，这体育是绝对限。这我估计跟 B 站是有相似之处，肯定有利益方。呃，那小红书呢，它什么呢？它不限你体育，也不限你音乐啊，这个随便放。但是呢，时政类的它跟 B 站差不多啊，审的比较紧。这3家啊，这个各有不同吧。所以我只能是把这个那类内容把那俩整了啊，因为我现在这个 B 站已经把我限流了。这是这个比较一下这个3个平台的特点。如果大家像我一样也准备做点自媒体之类的，就是参考吧，做个小参考啊。好，咱们接着把这个最后啊，还有一点时间把这个做完。那这个棋呢，黑棋，黑棋很简单，这里做眼。最后呢，在这里啊，表示啊对咱们这些粉丝们的衷心的感谢啊，
因为不容易啊，咱们已经有将近我这个频道做了有多半年了，快接近小一年了吧，到今年10月份就满一年。今天肖大侠还留言问我说：“你这个怎么都这么长时间还没到1000？”这没办法，能力有限是吧？我这个能力也就是这个程度了。但是有一点，其实我这个节目我都又录了一遍，上次又没开麦。我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学棋呀、你像我那年代，我学棋的时候，想找个老师不容易啊，想找好老师不容易，就是高手。以后我给讲讲我那时候是怎么，我可能以前讲过。那我今天我再啰嗦啰嗦，多花点时间啊，今天我就多录点。我当时我怎么认识金东大剑的啊？在我达到这个2000年的时候，我到了这个成人的初段，那是前面全靠我自己啊，没有别人，几乎是没有别人，全靠自己。那时候我自己也摆过方向论，一个寒假我说我讲过，我摆过方向论。然后呢，完了就是感觉吧，那时候跟那个老二段下还是肯定是不行，下不过的。完了呢，但是呢，我跟这个呃慢慢下的多了，逐渐的也能下，但是说不能赢。他较点真儿赢不了他，但跟一段的，你承认一段五五开吧，都是老的，这越老越结实，大家应该都知道，越老越结实。那老一段呢也挺结实的。那后来我就参加这个市里的这个升段赛，我当时呢就是输了最后的一盘棋呀、我俩争二段，我输给他了。然后呢，我就是这个拿了一段，但是我肯定那就算一段组的冠军了，他升二。那我就到了成人的一段了。那后来就准备找高手学嘛。那因为咱们今天呢，我历来就是时间咱们又冲，咱下次讲一讲我怎么找这个高手啊。大家其实我说这段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比以前要容易啊。你那时候你看我，当然新城是第一位了啊。我那时候你看我找个高手多难，找到金东大剑不容易，那很长一段故事了。那像你们现在这些就是说能看我这些节目的人啊，当然肯定也有比我高的了。咱就说普通的想学棋的心切的人，那就平常多听听我这个节目，其实就一定会起来的。哪怕你就是平常不下功夫了啊，就光看我节目，一定会这个到这个叶三，这一点问题没有的。好吧，那今天话说多了，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下次咱们再接着讲。谢谢大家观看。